这部视频会来说如来种，这部视频也是会颠覆众多初学佛者的想法的。所提问问题的是维摩诘菩萨，而回答问题的是文殊师利菩萨，所以也可以说是由文殊师利菩萨来跟大家说什么是如来种。而且他面对的提问者可不是小菩萨，也不是刚学佛法的人，而是已经成佛的维摩诘居士，所说必然不是普通的菩萨境界，而是教菩萨成佛的境界，微妙不可思议，难思难量。如果能在这段对话中知道诸法不垢不净，必能得到解脱。现在就来看看以下的对话。于是维摩诘问文殊师利，什么叫做如来种？如来种就是能够升起如来的种子。文殊师利回答，有身为种。梵文里面的身不一定是指色身，例如阿含经讲的六识身、六受身、六思身、六想身、六爱身，这里的身是指五蕴身，五蕴身可以作为升起如来的种子。无明有爱为种。无明是指邪见，对于事实真相不如实了之，因为无明误认三界有法真实，便对三界有法产生贪爱，因此无明是贪爱的因，要断除贪爱，必须先从无明下手。佛经在讲烦恼的时候，常常把无明跟爱这两个分别列出来。无明是可以用观行来断掉的，它是见所断烦恼。在无上分解里面也有一个无明，那个无明不是见所断烦恼，但是当无明跟爱放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这个无明当成见所断烦恼，爱就当作是修所断烦恼的代表。贪慧痴为种。贪嗔痴三毒是如来种。四颠倒为种。四颠倒就是常与无常，乐与苦，我与非我，净与不净的误认。五盖为种。五盖就是贪欲盖、嗔恚盖、昏沉睡眠盖、雕举恶作盖、疑盖，这是障碍初禅的五种烦恼。六入为种。六入就是六内入处，也就是眼入处，而入处、鼻入处、舌入处、身入处、意入处。七识处为种。七识是指前七识。八邪法为种。八邪法是八正道的相反。九恼处为种。九恼是世尊在世时示现的九种恶报：一、6年苦行；二、孙陀利棒；三、枪穿彻足肤；四、使马卖90日；五、琉璃王沙是种时，佛感头痛；六、入婆罗门聚落起时不得，空钵而返；七、旃荼女系于渔父毁谤诬赖世尊让她怀孕；八、提婆达多以食击佛；九、佛于阿罗婆伽林中，冬至前后8夜，冻寒不堪，增所3衣御寒。十不善道为种。十不善道就是十善道的颠倒。以要言之，62见及一切烦恼，皆是佛种。这句话是最重要的，不管有什么邪见和烦恼，都是成佛的种子。一切烦恼的实相都是如来藏性，只要能在一切烦恼的当下转过来，见实相无相，烦恼就能成为菩提。维摩诘问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文殊师利菩萨回答，若见无为入正位者，不能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这里的见无为入正位是指小乘所证的深空真如，具体的例子可以参见法华经中须菩提等4位阿罗汉的回忆。世尊往昔说法既久，我是在座，身体皮屑，但念空，无相无作，于菩萨法游戏神通，净佛国土，成就众生，心不喜恶。这里面的但念空、无相无作就是见无为入正位，其结果是于菩萨法心不喜乐，由此发展下去只会入无余涅盘，不会成佛。如果你见到的是大乘法的无为，不用担心会落入这里所说的正位。大乘最重要的无为法是一真法界，如果你见到一真法界的无为，对你来说生死轮回即是涅盘，空有不二，你住在涅盘当中，仍然可以运用生死尘劳来成就众生，净佛国土。见到了生空真如的无为之后，生空真如是成为实论的用语，生是指众生，也就是五蕴。声闻人入于正位，尽量不接触外尘，把每一次了别都当成有一只矛刺到自己身上，当成这么严重的事情，所以他们的修学方法就是要摒弃六尘相，知佛觉之心，尽量不让它升起。阿罗汉死掉以后一定入无余涅盘，不会再有生死轮回，自己不能成佛，也不可能度别人成佛，所以说他们没有菩提心，以后也不能发起菩提心。譬如高原陆地，不生莲华，北是淤泥，乃生此花。如是见无为法入正位者，终不复能生于佛法。譬如高原上不可能生出莲花，
一定是要在滴湿有肮脏泥巴的地方才会有莲花。如果他是见到无为法而入于正位的话，他就没有办法出生成佛之法。只有在烦恼的淤泥当中，众生才会升起佛法。如果你看佛、菩萨、阿罗汉，看到他们很清净，你常常这样观察，容易落到清净的一边去。如果你观察很卑下、污秽的有情，在他们身上你可以看到第80的运作的话，那你就统统都看得到。一定是在烦恼很重的地方才能升起佛法。如果你把种子播在空中，就生不出东西来了；播在肮脏的泥土地里面，就长得出来了。粪壤之地就是被粪便弄得脏兮兮的地方。古代的粪壤之地都是有机的，没有化学污染，越脏就越肥沃，农作物长得越好。入于正位的无为，就是把自己守在空，没有境界相的这一边。相对于空，另一边就是有，也就是妙有的这一边。禅师骂声闻人是单板汉，好像一个人肩膀上抬了一块门板，遮住一半的视线，就只能看到门板的这一边，看不到另一边。声闻人这种修法会让他入无于涅槃，而没有办法成佛。但是大乘法不是这样，大乘法的见地是真空妙有，不管空还是有，整个都是一真法界。既然都是一真法界，就不需要总是待在正位里面，仍然可以游戏神通，净佛国土，成就众生。其余我见如须弥山，犹能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生佛法矣。一切的众生都认为五蕴是我，就算秦始皇那样把色蕴当成我，动用几十万人替他盖陵墓，都不会妨碍学佛的因缘。只怕你跑去学小乘的空法，入无于涅槃，那就很难救了。以成佛来讲，相当于焦芽败种，还远远比不上一切的烦恼。所以应当知道，一切烦恼未如来种，譬如不下巨海，不能得无价宝珠。如是不入烦恼大海，则不能得一切至宝。既然打算要成佛，我们就投入到烦恼的大海里面，你才可以得到一切至宝。有些人很喜欢修定，因为修定可以降服烦恼。读到这里，你应该知道，修定跟声闻法比较相应，而不是大乘法。菩萨在世间难免会有很多麻烦事，比如经营事业、工作、学习等等。菩萨不能把这些事情当成烦恼，而要把它们当成佛道所要经历的学习过程。只有这样，你才会心甘情愿地做这些事情。贪爱很重的人不怕麻烦，就算离得很远，也要想办法约会。这种不怕麻烦的心情跟佛道其实是相应的。你看到那些为了赚钱或是为了升官，把头敲得尖尖的，一直不断地去钻营的人，还得对他有几分敬意脸，因为这个就是经文讲的如来种。我们碰到这些人绝对不能轻慢。这个时候大家业尊者一方面作证，一方面称赞，好啊好啊，文殊师利，你讲的真是好。就算是烦恼一大堆，统统都没有关系，烦恼本身就是如来种。我们以大乘法的观念来看，你说烦恼一大堆是什么东西？不就是种子吗？种子是什么？不就是如来法身流注出来的吗？我们没有必要讨厌种子。如果你入到正位里面，不去了别这些种子，这样你根本没机会开悟明心。有没有人可以在打坐，特别是在二禅等智位当中去明心？应该没有。二禅等智位当中外五尘都已经隔绝开，只剩下内在的清净，那就没有机会开悟了。没有定力又怎么样呢？有的人不但没有出禅，甚至也没有未到地定，仍然可以开悟。为什么能够这样？因为开悟是观行，观行就是要在境界法里面去观。如果入于无为正位，就跟五尘相不接触，这样你就没有办法做观行，当然不可能开悟。大家业尊者讲，我们这种状况没有办法再发求证无上正等正觉的心。杀父杀母的人还能够忏悔，马上就可以学佛，也可能在大乘法里面开悟。五无间罪在大乘法里面从来都不是障碍。大乘法里面对治五无间罪的方法很多，例如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讲，往昔有无智慧力所造极恶五无间，纵此普贤大愿王，一念速即皆消灭。最怕就是那种喜欢修定的，或者已经证得阿罗汉果才听到大乘法，这就麻烦了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想听。譬如根败之事，其余五欲不能复利。比如一个人舌根坏掉，他对于吃东西就没有兴趣。同样的道理，这些声闻是把烦恼结给断了，对于成佛的法门已经不感兴趣了。所以文殊师利不怕这个人是凡夫。凡夫对于佛法还有反复，比如你去劝说人家学佛，他一听觉得好像还不错，等一下回去又开始做坏事，不来听佛法了。可是没有关系啊，也许过一段时间你又跟他说，他可能又会来。他是属于这种情况，不会永远不要。但声闻人就不一样了，一旦证了阿罗汉果，对于世间的这一切都已经没兴趣，你教他成佛，
他觉得成佛有什么好的？成佛还要在生死轮回当中打滚，要做那么多事情，他怕都怕死了，对这完全不感兴趣。怎么说呢？凡夫听闻佛法，能够发起自度他的菩提心，不会把三宝断灭掉。就算让声闻人终身听闻佛法，得知佛有实力，四无所谓等等不共的功德，他们也永远不能发起成佛的志愿。我们大家都听说过烦恼即菩提这5个字，这5个字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。烦恼与菩提是一体两面，为什么会有烦恼？就因为有所执着，有执着就会痛苦，放下执着，烦恼无根自散，菩提自然现前。所以菩提就像藏在烦恼的后面。如果当你行邪见，有贪慧痴、4颠倒、5盖、6入、7识处、8邪法、9恼处、10不善道，在这种种颠倒中受困而有烦恼，就代表你什么都没放下，甚至为悟空性。但如果你能行这一切邪法，但是内心却极为清净，时刻把一些烦恼转为菩提，那这是什么？就是自在无碍了。但是奇怪了，菩萨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4摄法，众生有邪见，有贪慧痴、4颠倒、5盖、6入、7识处、8邪法、9恼处、10不善道，为了要与众生同悟，为了要与众生做一样的人，在伺机使其解脱，所以就要入这种种邪法。但一个真正修菩萨道的菩萨，无论做什么恶事，都不会有烦恼，反而是为了众生解脱，最终入佛之见。